外摆的步行。在外摆之后呢，咱们通过咱们的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保持一致，都是在咱们的45度左右的方向。膝关节朝向的位置呢，在我们的脚趾的2、3脚趾的位置。每一次的屈膝都让膝关节的朝向于脚尖方向去运动，不要出现跪膝和掰膝盖，或者是说来回拧膝的问题。在保持好我们两脚脚尖的位置之后，我们让咱们的臀部通过咱们的腰裆胯，通过放松下沉的方式，臀胯自然向后向下坐沉放松，保证自己的重心在偏向于脚后跟的位置，通过上身的放松，下身的相合，来让自己的重心慢慢来下到底部，来避免咱们的脚尖和膝盖产生超伸问题。等一会儿啊，同学们，你能不能嗓子卡痰？来，同学们来看看侧面啊。来，再看老师的侧面，两脚脚尖外摆小于等于45度，保持自己的身体自然放松。好，注意观察老师的身体啊，在下蹲后坐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自己的脚尖，上身在缓缓的自然下落，臀部在往后往下自然放松。在蹲到底的过程里面啊，膝盖没有超过自己的脚尖，保持上身的中正直立。来，再看一次。好，圆裆屈膝，后坐下沉，上身缓缓向后向下自然下落，想象臀部后侧做了一个小板凳，坐到底啊。来看老师的背后，来，两脚打开，脚尖外摆45度，保持身体的自然放松，圆裆屈膝，松胯后坐下沉。做到我们的重心在两腿中央，然后做到我们的脚掌全脚掌能够吃地，然后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咱们身体的臀胯后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同学说，老师，哎呀，你这个看着可简单，好像你蹲下来的这个感觉也非常舒畅，但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往后倒，而且一屈膝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膝盖不舒服？来，有这样的情况的同学们，来给老师扣一个有或者扣一个小一。谢谢吉祥如意宝贝啊！老师的口条就像咱的名字一样，吉祥如意，吉祥话说的多了，大家的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身体生活就会越来越棒啊！来，跟着老师的节奏啊！如果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屈膝就会发现自己膝盖不舒服，或者说老师我往下一蹲就会往后倒的同学，来给老师扣一个有啊，扣一个有。然后呢，咱们带着同学们一起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啊！欢迎我的浩哥啊，欢迎浩哥，好久不见啊！来看老师的身体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先给咱们的圆裆屈膝把2个问题去说出来。第一个问题，在咱们初学者小白的这个学习阶段，我们在练习圆裆屈膝后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只会屈膝不会松胯。我们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呢，会导致我们臀部过度紧张，然后让我们的两胯前侧产生一个向前顶劲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越蹲，你会发现重心越来越靠。哎呦，谢谢我浩哥送出来的蝶恋花，祝我浩哥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等等等等等等，先省略了啊，这是先把重点讲完啊，然后再给你来贯口啊。来，同学们。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初学者在练习下蹲的过程里面不会松胯，所以随着屈膝的过程当中，屈得越低，它的重心就会越往膝关节上跑得越多。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不管你是在转换重心，还是在屈膝松胯，所有的力量都容易卡在膝关节上，导致膝关节受力，让我们的膝关节的4个方向的韧带以及我们的关节受到磨损啊！谢谢浩哥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做屈膝的过程当中，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会松胯，但是我练着练着我觉得腰不舒服，那就形成什么？松胯夹脚大于了屈膝，不敢往下蹲，一蹲就往后倒，然后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了我们的腰部，形成了腰部在顶力，导致自己蹲不下去。打拳的过程当中，永远在用腰去使劲儿，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这是我们常见的2个错误。形成了这样以后，大家既蹲不下去，又容易把压力放在腰上和膝关节上，导致了同学们练拳的过程当中，要么膝盖痛，要么腰酸，对不对？所以这里呢，老师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屈膝松胯往后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上半身缓缓下落、屈膝下沉的动作，但是很多人屈不下去、松不下来。很多人说，老师那大腿咋松啊？老师教大家2个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老师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下午好啊，美好红颜啊，一米阳光，下午好。很多同学说，老师舌底上可以稍等一下啊，云中乐家，老师讲完圆裆屈膝给你讲舌底上颚啊。来看老师啊。老师教大家2个方法，能让大家在从小白的阶段迅速做到圆裆屈膝，但是你的大腿会非常酸，让你感受到力量放对了的情况下，我们的2条腿是什么感觉啊？第一种方法就是将我们的肚子把它集中于我们的意念的控制，你可以拿手去拍一拍，感受一下自己的肚子呢胀胀的、麻麻的，能够用肚子去控制你的双腿。
就像原地站立向上提膝一样，原地站立向上提膝一样。然后呢，我们将两腿打开，你就想象着上身是你的个人身体在坐电梯。随着两腿在向上提膝，把你的身体缓缓地降下去，而不是让你的上半身往下去压，让你下半身往上抬腿。用哪里抬？用肚子抬。今天上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两个问题，说老师啊，我发现我一屈膝，我这样一抬腿，我发现我下来了，但是我感觉到我在撅屁股，这是咋回事啊？你像老师给大家说了，抬腿的过程当中，你要想象是肚子往前往上带着你的腿走。如果我们在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到这个方法，你下来了，但是撅屁股了，证明我们这个时候肚子是松弛的，没有用力的。所以通过小腹的内收、丹田的里合来带动两腿慢慢向上去抬膝，感受膝盖、大腿在向上收的过程里面，把你的身子慢慢降下去。这个时候既能用到你的小腹，又能够感受到你两腿在上抬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我们的身子落下去。对，所以一定要把小腹学会收进去，而不要让小腹在下蹲的过程当中摊出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避免撅屁股的问题了。这是第一种方法，大家明白了打明白，记住了打记住啊！把这个方法弄到身上以后呢，你下蹲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的舒畅。欢迎咱的小乖啊！那么第二种方法是啥呢？听老师给你讲。第二种方法，太极拳不是经常讲松松松太极功嘛？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腿是不用力的，是不是？浩哥现在拿着手机，我蹲两下，蹲两下啊，蹲两下啊，让老板说你带着老板一块蹲。来，同学们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收住脚。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哎呀，老师，我实在是不会抬腿，那大家会不会不让用腿用劲儿？你说咱们干脆就利用太极拳说的松松松太极功的这个方法，不要发力。让你的腿呢迅速的去放松，放松的过程当中呢，缓缓的去释放你腿部蹬地的压力，一点一点的去感受身子随着腿的不用力，然后把你的身子掉到底下。这一瞬间你会发现身子迅速的下来，但是要想往后倒，因为在这一瞬间，你看腿像个弹簧一样会弹着你往后倒。不过这种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迅速下落的感觉，能让你往下去做，但是你得稍微加上点控制。两种方法大家都可以尝试尝试，一种是让你的大腿不要发力，去感受自己的身体直接往下落，感受大腿在下落的过程当中一瞬间吃紧吃劲儿，来将我们的劲力松沉到你的腿上。另一种方法就像老师说的，在你下蹲的过程当中，不要让上身往下去压，用你的下身往上去抬，想象你的膝关节在往上去提膝，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你看啊，如果说对，你看，如果说咱们离得快了，走得快了，看老师身体啊，看到了没有？腿迅速的向上抬，上身忽然间就往下走了，看，用这样的方式。老师脚尖上，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说老师啊，我脚尖会上翘，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看老师的脚啊。如果说在我们下蹲的过程当中，来，这是咱们大家通过今天上午的学习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了，是不是？说老师啊，我在下蹲的过程脚尖往上翘，老想起来怎么办？来，这样啊，老师把这个还是给你光脚丫吧。我发现在这个地方有毯子能光脚丫。现在呢，老师不是穿袜子吗？把袜子给你脱了。啊，稍等啊，同学们，稍等。一天到晚的什么都得脱。好，看好同学们，还扇风，还扇啊，鞋子往这边走一走。啊，好嘞，同学们看老师啊。有同学说老师啊，我往下一蹲，我的脚尖会这样翘起来，怎么办？好，那听老师跟你说啊，我们呢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就像老师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方法，圆裆屈膝松胯后坐下沉，你看老师的脚尖起不起啊？来走。看到老师的脚了没有？始终稳稳地抓在地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说老师，我下蹲的过程脱袜子就不用了，那不脱袜子不是也看不清脚趾头吗？我害怕大家说，哎呀，脚趾头往上翘了，我看不出来，那不坏事了吗？所以老师把这个脚都给你露出来啊。然后在我们下蹲的过程里来，大家听老师说啊，咱们在屈膝后坐的过程里，如果一旦出现了往下一蹲，立马就想翘脚尖往后倒，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你要么在下蹲的过程当中肚子松懈了，没有再继续向上抬膝的感觉了，要么就是在下落的过程当中，你的腿随着你上身的下沉，你的腿开始往上蹬地了，开始形成反作用力了，它会推着你往后去走，然后让你翘脚尖儿。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老师给大家说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记住下蹲的时候不行，那
那好吗？那不太好吧？第一个方法就是老师说的，我们下蹲的过程当中呢，要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你要始终在下蹲的过程当中持续的保持好像在向上抬腿的感觉，这个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大腿不跟你上半身下沉进行对抗，你才能够很好的蹲下去。有的同学是前半截儿他还知道向上抬腿，当一沉下来之后，大腿一受力慌了，身体控制不住了，慌了，然后立马就开始蹬地了。一蹬地，看到没有，同学们，这个力立马就会往后走。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在下蹲的过程当中，腿不要产生向上的蹬劲儿，让你尽量不要让你的下盘去跟你的上肢的放松形成对抗，而是让他们两个形成达到统一的目的。在太极拳当中不是经常说合劲儿吗？什么叫合劲儿？你用你的向中间相合，向中间去聚拢，这个时候你就会能感觉得到，膝盖是往上抬的，上身是往下落的，你的整个人的重心在不断的往下去沉。如果说这个地方一旦松懈了，那么你的大腿就会蹬着你往上，你的上身又在往下，两个力直接对抗了，就嘣就开始往上走了，是不是？所以说，浩哥，为什么觉得屁股一直往上？你看老师啊，还是那句话，来观察老师的这个腰胯部位啊。老师做一个骨盆前倾和骨盆后倾的动作，有没有发现肚子是控制你的盆骨前旋后旋的核心？如果说我们在下蹲的过程里面越撅屁股，你们说穿短裤的，那算盘打得太响了，我在河南都听见了。肚子如果能收，彩云追月宝贝，大腿酸太好了啊！我们蹲下去以后，只要做对了，那么你的大腿是非常酸的，膝盖是没有感觉的，腰也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说，我们同学们记住啊，如果我们下蹲撅屁股，或者说下蹲的过程往后倒，一大个原因就是你的小腹没有收住，没有让它做到领着大腿往上合，领着上身往下沉，来让它俩形成对抗了，那么你就会要么往后倒，要么撅屁股，因为腿上的力量它一直是在往上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得想办法用丹田把这个力给它合到我们的身上，不要让这个力往腰上去顶，或者是往后去顶。你会发现往后倒的同学命门打开，尾闾朝下做得特别好，撅屁股的同学咱们松胯松得特别好，但是腿只要一顶劲儿，一般尾闾朝下的命门打开的都是往后倒的同学，然后呢松胯松得好的一般都是撅屁股的同学。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保证小腹里合内收的这个感觉始终不能丢，收住你的腹部，然后再去放松下沉，你会发现你就不再会去倒，而且脚不会离开地面。你像老师都已经光着脚了，然后再难受，是不是？那必须的呀。老师说了，教大家的方法有很多种啊，有很多种。咱们呢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方法不会，那咱用下个方法，下个方法不会，咱再用下个方法，一直用到你会为止啊，一直用到你会为止。因为教学的方式有很多，学习的方式也有很多，对不对？好，宝贝们没有点关注的宝贝们，咱点点关注。丹田为啥不叫小腹？丹田风同学问了很好啊。就老想看腿是吧？不能让你看腿啊！来，同学们，老师给大家去讲啊。很多同学说，老师对于丹田的这个位置不太理解。在咱们练功的过程里呀，咱们说就是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现在把我们这一圈叫做什么？叫做腰腹核心。腰腹核心的作用是保持我们身体的稳定，保持我们腰椎的稳定。但是在古代呢，它是没有腰腹核心这句话和这个词儿的，所以古代人有自己的这种说话方式，咱们国人有自己说话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位置叫做丹田，知道吧？所谓的丹田内收，在我们现代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腰腹核心保持收缩，让我们的身体上身保持稳定，用腰腹核心带动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动。就是不给你看，所以同学们明白了吧？所以不管是晚上不播了，亲爱的，晚上咱们老师要给大家去录课，还有拍视频啊，晚上不播了啊。所以老师在给大家去讲的这个核心，大家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来打，记住了，明白了打，明白了啊。所以同学们，圆裆屈膝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刻意去，不是刻意啊，大家一定要留个心去记一记，把圆裆屈膝的动作核心给它记到身上，然后记到脑子里，下次再去练的过程当中，身上呀就能找到很好的后坐下沉的方式。然后呢，老师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啊。咱们很多人说，老师，我第一次练这个圆裆屈膝，我的腿部没有力量，我一下蹲，我感觉我的腿特别酸。
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圆裆屈膝的基本功来做什么呢？叫做靠墙静蹲。咱们找一面墙，然后让我们的小腿呢离开墙体大概有一个大腿这么远的距离啊，然后呢脚尖自然朝前，屁股慢慢往下去坐。哦，谢谢我浩哥送的龙抬头，浩哥祝我们浩哥的工作越来越顺利啊，早日升迁。来，看好同学们，让我们的膝盖对向我们的脚尖，让我们的上身保持直立，然后呢大腿与小腿保持一个直角，后背和肩膀以及头以及腰尽量能够贴到我们的墙。双手呢可以抚于小腹，也可以放在我们大腿，但是不要撑啊，或者拿着手机在刷视频都是可以的。如果说老师呀，我觉得这个，谢谢我的爱徒送的66个小心心，比心啊比心。然后呢，或者说大家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可以蹲得更低一些，蹲得越低，只要大腿不过咱们的小腿，那么你的这个腿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如果说老师我觉得不够，你还可以采用2个方式，把脚尖翘起来，你会发现你的大腿酸胀感更快乐了。以这样的方式，好的，浩哥，拜拜。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刺激我们大腿的发力，更好的去感受大腿股四头肌这个位置在支撑我们上半身身体下沉的这个发力点。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圆裆屈膝也是有基本功的，通过靠墙静蹲的这个方式，基本上就不会让大家，是的 ，HY 说的太棒了啊，撑不过3分钟已经很棒了。一般正常在这儿的话，就刚做好靠墙静蹲的人都说，哎呀，老师太轻松了。刚说完这句话不到10秒钟，脸色都变了，脸色都变。所以咱们直播间的宝贝们能撑够3分钟，那非常好啊，非常好。上午还说，那老师这样姿势我能撑的，那我这样给大家讲1节课试试吧。这种姿势在我们看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主要是不能脱裤子啊，一脱裤子直播间没了啊。不用测试我的功力，宝贝们，只要我能圆裆屈膝不往后倒的蹲下来，证明我的体能应该是比大家稍微好一点啊，稍微好一点啊。所以同学们，圆裆屈膝这个知识点，大家来能过了，给老师打上1个字过啊。自己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尽量去找的没看见，光想看。好，来圆裆屈膝啊，同学们。是的啊。来，同学们，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圆裆屈膝的基本功啊，还有短裤。不行，我一穿短裤，老师说我。老师下蹲内侧酸对不对？那内侧酸的话就有点跪膝了啊，亲爱的。来，看老师啊，把这个靠墙静蹲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穿瑜伽裤，我不给你穿不行了，那太烧了。你见过哪练太极拳老师敢穿瑜伽裤呢？亲爱的啊，看同学们。正常坐在这儿，两脚的间距1肩宽，脚内侧1肩宽啊。然后上半身贴住墙面，下半身保持自然放松。然后呢，膝关节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然后呢，保持目视前方，或者说拿着手机，把手机举起来在这玩，然后都可以啊。腰、背还有我们的肩膀尽量都贴住墙面，然后保持自然放松，上身放松，下身发力。如果说大家觉得难度比较低的话，你可以把脚尖抬起来，让脚后跟单独去扎在地上，去感受一下脚后跟在带动我们的2条大腿持续去发力。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老师，有点吃力了，你可以稍微的把自己的身高往上放得高一点，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太轻松了，那么最标准的靠墙静蹲是要求大家大腿与小腿垂直90度啊，就是这个样子，垂直90度，然后蹲到这里不动，知道吧，同学们？那么大家在最开始说，老师我蹲不了1分钟2分钟，大家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分啊，脚酸得很，你脚尖翘起来，就是小腿会酸，大腿也会酸。如果大家说老师我蹲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你可以分组数去蹲。怎么分组数呢？就是一组蹲上个1分30秒或者到2分钟左右，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然后一天蹲4组啊，蹲4组。如果说蹲不了4组的话，那就蹲3组，一般4组才能有个优秀的训练功能啊。蹲好之后呢，咱们可以说蹲完之后起来抖抖腿放松一下。然后再往这儿靠住墙，再去蹲啊，再去蹲，一天蹲4组，中间休息个1分钟或者是50-60秒都可以，然后去靠着去蹲，能静脉只蹲10秒，没事儿，咱们慢慢往上延长嘛。今天能蹲个10秒，明天蹲15秒，后天蹲20秒，咬牙坚持一下，腿上的功夫就这么上来了啊。所以同学们，每一个太极拳当中的技巧和基本功，它都有基本功的基本功，明白了吧？而且离墙面1条大腿的距离啊，1条大腿的距离，没事就是游泳啊，能给大家得到帮助就更好的啊。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腿啊，离墙面看到没有90度，两脚间距距离墙面大约是一个大腿的长度啊，一个大腿的长度，能明白吧？好，这是我们的靠墙静蹲的基本功。那这个地方咱们就可以过了啊。
圆当屈膝，后坐下沉的基本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咱们下一个基本功呢，大家全屏给老师打上3个字，叫做大螺旋啊，大螺旋。没有气色不好吧？是不是直播间美颜开太高了？还好吧？我觉得气色还挺红润的，主要这2天用嗓子用的比较多啊，用嗓子用的比较多。对，来同学们全屏打上3个字，大螺旋啊。我也爱大家啊，大家爱老师直播间，老师也同样爱大家啊。两脚间距是1肩宽啊，1肩宽。来打上3个字，大螺旋。能蹲2-3秒就这油宝贝儿，你这给老师给整懵逼了，2-3秒钟，我的天呐！来，同学们3个字啊，大螺旋啊。哦，对，不好意思啊，忘了舌底上颚了。来，咱们的这个云中月佳宝贝说，老师打拳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舌底上颚，或者说在练拳的过程里面舌底上颚有什么作用？好，来，老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人有2条大脉，同学哪2条大脉呢？一条任和一条督，对不对？在舌底上颚的过程当中，是舌尖抵住上颚处牙齿根部。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通过我们的口腔运动，能够刺激我们的两侧和舌下这些唾液腺大量分泌唾液。那么唾液呢，在咱们《黄帝内经》里面叫做什么？叫做金津玉液，具有什么功能？咱们都知道，唾液具有能够提升我们消化功能，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古代你看以前那些动物受伤了。那动物的妈妈都会帮小动物去舔舐伤口，来做到一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对不对？那么我们人类也是一样的，人也是一种高级动物嘛，所以口腔唾液当中的酶也是可以具有分解糖分，还有帮助我们消化的一个作用。那在古代，口腔里的口水唾液叫什么？叫做唾精，又叫金津玉液，能够去提升我们人体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能说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舌底上，舌尖，不用上翘很多。轻轻将舌尖抵在你的牙根位置，这个东西叫做搭鹊桥。舌底上颚又叫搭鹊桥，为的是搭通我们人体的任和督2条脉络。在打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搭鹊桥的方式感受身体的一个变化。老师边蹲可以的，当然可以的，老吴没有问题，靠墙静蹲不会再错了啊！来，同学们，老师再给大家说啊。在舌底上颚的过程里面呢，大家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为了搭通我们的任和督这2个脉嘛，对，搭鹊桥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从运动健康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你舌尖抵住上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鼻腔到你的呼吸道被扩充了。你看，舌尖抵住上颚，然后用力往上顶一下，你会发现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呼吸道是非常粗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在运动健康当中所说的一种什么？扩腔我们的气势的一个作用，扩充我们气道的一个作用。在传统当中，抵上颚分泌唾精，然后能够将我们的气息更加通达，打通我们的脉脉。但是在现代当中，你的舌头的上的肌肉，舌头是一个大块肌肉，大家吃过牛舌吧？舌头顶在上方，你的这个整个鼻腔到喉腔，再到我们的肺腔，这个呼吸道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你举个最简单，就是你把鼻涕从鼻涕吸到嘴里边，然后变成痰吐出来，是不是得舌尖抵住上颚？是不是得舌尖抵上颚？你要不抵上颚，你是不是吸不进来？波哥都听卡痰了。所以同学们明白啥意思了吧？舌尖抵上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气室气道更加通畅啊，而能够方便大家从鼻腔里边吸进去的空气能够更好的去往我们的喉腔肺腔里边去走。在古代讲的是搭鹊桥，在现代上颚指的就是我们上牙膛。我说上牙膛估计宝贝你也没听懂。来，你拿你的手伸到你的嘴里，把指尖朝外抠你抠你上牙的牙根的位置底子就是这儿底子就是这儿，明白了吧？这是你的上牙膛，抵它就行了没啥问题了吧？这叫舌尖抵住上。为什么要舌尖抵上颚？因为我们的对上牙根、上牙龈根，或者说再往上抵一抵都是可以的就是上牙根的位置，或者再往上一点，能摸到那些拿手一摸，咯咯楞楞的那些地方，有好多那种小凸起、小隆起的那种小愣那是你的上牙膛好了，没问题了吧？那咱们开始走咱们的不搭鹊桥，咱们不搭鹊桥了，咱们马上七夕了，再搭鹊桥，那完了牛郎织女咱嘴里相会了，那会行。然后老师呢带着大家来咱们走大螺旋给牛郎织女再环一圈来，同学们，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整点了，来帮老师点点小赞啊，同学们，咱们集体动作，咱们发财的小手帮老师点点小赞，咱们把点赞冲到5万。接下来老师来带着大家去学习咱们的大螺旋啊，大螺旋。大螺旋在咱们的运动过程当中，尤其是太极拳里面，最容易出现拧膝跪腿的问题啊。我们尤其是这种走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容易发生拧转，包括膝关节出现螺旋的过程当中，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半月板，都是在大螺旋当中所产生的。所以跟着老师来走啊，咱们把这个膝关节的构造，把膝关节的运动，咱们弄得清清楚楚的啊，原汁原味记得好，非常棒啊！来跟上老师的节奏啊，老师呢先从4个方向来给大家去示范咱的大螺旋的动作，来。还是一样的要求啊，两脚脚尖外摆，你好狠毒啊！你祝天下的有情人终成兄妹6。啊，来同学们看老师啊，边看抖音边看直播，太好了啊！来看啊，咱们两脚脚尖还是外摆小于等于45度，前脚五指轻轻抓地。然后呢，保持好自己圆裆屈膝后坐下沉的这个基本功，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功当中来进行一个重心的转换。那么刚才老师在讲圆裆屈膝的时候，忘了给大家加一句话了，就是在圆裆屈膝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它叫圆裆？因为很多同学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里面，一听到圆裆，故意的向外去撑膝盖，将所有的力量顶撑在自己的膝盖外侧，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保证自己的2个髂腰肌，你看。膝关节跟脚尖方向一致了，是45度。那么咱们能控制胯根，咱们的膝关节能被控制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胯根。所以这个时候2个胯根，左胯也是45度，右胯也是45度，对不对？把自己的当胯放成45度以后，从我们的正面来看，左腿的内侧到我们的会阴，再到右腿的内侧。这个地方是一个平行于地面躺倒的 U 字形弧线。感谢我静白姐送上来一大堆的小香囊啊，爱你爱你啊！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了 U 字形弧线之后，咱们再去做大小螺旋啊，再去做大螺旋。如果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是圆裆是啥样，你就搜一下图片，叫做北京广播电视塔，那个建筑物就是一个标准的太极拳的圆裆的构造外形啊，圆裆的构造外形。你想想，建筑物都能盖成那个样，证明它很稳定。同理。我们在蹲成这个样子也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好，这个时候左膝对左脚，右膝对右脚，重心向左移动，让左膝、左小腿、左脚形成上下垂直于地面，就证明我们重心移到位了。来，重心右移，右膝对照右脚，右膝、右小腿、右脚垂直于地面。左右在移动重心的时候，大家从正面来看老师的身体啊，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向右移重心，身体会微朝向左；向左移动重心，身体会微朝向右。对不对？好，咱们从侧面来看一下啊。感谢云中月家宝贝的关注。哦，对了，忘了说了，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宝贝们，一定要给老师点上关注啊！老师每天的直播时间在上午的9点半，下午的3点半，在每场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给大家分享咱们有趣好玩的太极拳的基本功。咱们很多直播间的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啊，没有去关注老师的，说老师我今天跟你学会以后，下一次都忘了来，就是下一次都找不到你了，所以大家没有点关注，点上关注啊！咱们直播间专门为太极小白去做服务，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同学们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把太极拳练到不伤膝不伤身，能够练到一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太极拳，好不好？来。看老师的侧面啊，圆裆屈膝，后坐下沉，保持头顶上拎，立身中正，下颚微收。来，这个时候老师是不是屁股坐在这儿了？将重心向左移，会发现身体会微朝向右；重心向右移，身体会微朝向左。来，左右重心转换，我们的身体呢会发现腰胯在我们的大腿上方后方，随着你的重心转换，你的会阴会在我们的身体后方画一个后弧线，这就是我们人在运动太极拳的过程里面最基础的一句话，叫做当走后弧，也就是我们的会阴在画后弧线，轻轻靠啊，老吴不要用劲顶着墙啊，用劲顶着墙你就相当于说你练的还是膝关节，就是轻轻放松，墙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你往后倒啊，不用用劲顶着啊，来看背后。脚尖45度，圆裆屈膝，放松下坐，左移重心，右移重心，左移重心，右移重心，来向左，向右，向左，向右，始终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方向一致。你会发现整个身体的运动弧线是一个后弧，对不对？来，大家发现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发现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咱们发现了这个现象，那咱们呢就要把这个意识来到我们的身前，啥意思呢？就是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谢谢阿江，欢迎阿江啊，宝贝，来帮老师多点点赞啊，辛苦我阿江宝贝了啊。所以我们在练习当走后弧的过程里面，就这个大螺旋，我们的身体是符合太极拳当中的一句话呢，
符合自然生长规律，也符合周身无处不螺旋，周身无处不缠丝。你看，当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柱子，身前有一个柱子的时候，两脚45度一打开，你的左移重心和右移重心仿佛就在环绕着身前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圆柱一样在做螺旋，就像好比你自身是地球，我们在围着太阳去转，这叫公转。公转的弧线很大，螺旋也很大，这个螺旋带动了我们整个身体上半身的中线从右侧转移到左侧，从左侧转移到右侧，来形成我们的螺旋方式。所以弧线也大，移动的位置也大，整个身体的弧线运动也很大，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螺旋叫做了大螺旋。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大螺旋3个字儿，它比重心转换还要再少一个字儿，对不对？还要再少一个字，边上边看抖音。对，所以我们身体呢，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在围着身前的东西在转，形成了一个公转的运动，这就是大螺旋。明白了吧，同学们？但是大螺旋当中呢，老师通过4个方向给大家去看了。老师2个角45度是指两脚夹角还是每个出角的角度呀？啊，这个是根据你的腰胯和动作要求来定的。比如说我们在前进步的时候，你看右脚脚尖45度，螺旋提膝，身朝右斜前方45度转。好，下沉螺旋开步，左脚脚尖就会也朝向你的右斜前方45度，左脚踏实。好，来坐胯摆脚，身向左斜前方45度转，左脚就会踏在45度，然后重心到位以后，身向左螺旋提膝，身朝左斜前方45度，然后再向右斜前方45度开步踏实，然后再坐胯摆脚，再到右斜前方45度，它是一直在通过45度的夹角在变化，你得看动作当中的要求和转关的方式，才能去判断好自己的脚是外摆45度还是胯根里合开合45度，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的。为啥？因为你的胯里合外展，里合外展，胯动带膝，膝带脚，形成了里合外摆的脚尖运动，知道了吧？其实还是在以腰胯去运动啊。来，那么回到咱们的这个正题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来大家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啊。大螺旋有几个易错点，第一个易错点就是老师刚才说的，想要做好大螺旋，必须要保证圆裆屈膝后坐下沉。很多同学呢，圆裆没保持好，就会造成什么样子呢？两种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一种，腿上没有劲儿，因为老师问大家一个心里话，你后坐下沉的时候你累不累？就是你的大腿酸不酸？来，酸了给老师打上一个酸啊，就是你坐稳坐好了，哎呀老师啊，这脚底啊是真沉啊，这大腿是真酸呀，这我练太极拳干什么的？还不如躺床上睡觉呢。坐对的时候是不是大腿可酸？对不对？是，酸了给老师打上一个酸啊。是啊，当你坐对的过程当中，你的2条大腿的酸胀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人体呢，它又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很好玩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老师的语速是正常语速呀，因为老师考普通话都是2甲的水平啊。我在考普通话的时候，在介绍我的家乡也是这个语速呀，考的分数还蛮高的，96分啊，不低了，不快了吧？好，同学们啊，跟着老师继续走啊。这个2腿可酸啊，那酸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想一个事儿啊，想一个事儿，圆裆屈膝坐下来之后呢，跟上老师的感觉啊，跟上老师的感觉啊，我们会发现你的大脑跟我们的2腿跟我们的身体它是2套系统，就是你的脑子还以为你在圆裆屈膝后坐下沉呢，但是你的身体已经说，哎呀，你圆不了一点了，你往前顶吧，让膝盖老兄帮我吃重心吧。所以大家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往这一坐，大螺旋转换，转着就成这样了。看到了没有？就是练着腿太酸了，突然你发现，哎，老师我练拳的时候腿不酸了，前边半段我腿老酸了，打到第4段的时候我腿不酸了，我好像跟他热开了身一样。实际上那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让你的膝盖开始用劲儿了，知道吧？就相当于你大腿没劲儿了，上半身开始大脑不受控制的把重心开始往前移，所以就会引起你打完拳之后，你的膝关节又肿又胀又酸又难受，它还不是疼，它就是肿胀的，热乎乎胀的。你还觉得是血液循环加快了？不，其实你已经是在磨损了，知道了吧？所以我们呢，在练功的过程里面，就是要保证始终圆裆的状态，才能让你一直维持着圆裆屈膝的过程，让你去锻炼你的下盘的稳定性。这是第一种易错点。第二种易错点是啥呢？就是大家呢，刚才有个同学说，老师啊，我蹲下来之后发现大腿内侧受力可严重，
也是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啥呢？往下一屈膝，你的有点跪膝了。一跪膝，你会发现大腿的力量都往你的骨内侧去走。哎呦，谢谢鱼油空间宝贝，那给老师上一个灯牌好不好？都往我们的膝盖内侧去走了，大腿内侧去走了，所以这儿吃劲儿很厉害。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在转换重心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前期你可能会觉得膝关节的内侧、大腿的内侧可吃劲儿，但是到了后期，你可能就开始什么了？你可能就开始拧膝盖了，这膝关节内侧就会不舒服了。所以大家左右忠贞不渝，这词儿用我身上不太合适吧？所以左右移动重心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就会出现内扣的情况。打完拳你会发现膝盖内侧不舒服。所以大螺旋常见的错误是2个，还有一个比较不常见的，就是还是在我们撑膝盖的这个环境下，有的同学2腿一打开就是好撑，往左移动重心，往右移动重心，重心形成什么样子了？成平移了。你会发现，你看老师的脚踝啊，我只要平移重心，看到我的膝盖了没有？它是往外掰的。看似好像没有啥感觉，但是实际上膝盖在不断的往外去掰。你看老师的踝关节在不断的干嘛？往外去咧，力量全都摆在了你的踝关节的外侧，既顶你的膝盖外侧，又顶你的踝关节外侧。所以练着练着，你站起来之后，不光你膝盖外侧痛，踝关节外侧走路也会不舒服，而且很容易把自己练成 O 型腿。明白了不？所以这是老师给大家说了大螺旋的几个易错点。那么我们最后总结一句话：大螺旋要想做好，你要明白几个点。第一，容易犯这个毛病，因为咱们习惯了嘛，爱撑练过杨式的姐姐一般都有这个习惯，因为杨式的时候，她经常利用胯的螺旋往外打开换步嘛，所以我们脚一落地也习惯性的去打开啊。来，那么接下来跟着老师去总结一下咱们大小螺旋的重点。第一步，我们圆裆屈膝往后一沉，保持上身直立，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重心在向右移的过程当中，保证自己的膝关节、小腿、脚掌跟地面垂直，形成不良。宝宝，咱们下边有这个垫子啊，咱们这个小腿立木顶千斤了之后，它就是一个重心到位的情况。来，波波老师搂抱抱，来，不要羡慕波波老师啊，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抱抱。你可以因为是我帅，你可以因为是我帅啊，可以因为是我帅。来，比如说，你看同学们，我们什么时候叫重心到位？就叫小腿，不要踩我脚啊，可疼了啊！就是小腿立木顶千斤，来做，来抬腿，来抱，看到没有，同学们？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的小腿只要跟地面形成垂直，你向上向下去压是压不动的，你的整个小腿，你的这个结构可以支撑住你的上半身。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稳定。所以什么时候才叫做重心到位？就是膝盖和咱们的小腿、脚踝、脚形成上下垂直于地面的时候，另一条腿也是微曲的，没有完全蹬直啊。如果你不到位，重心到这儿，你一压，重心会回去；如果重心过了，一压会往前跪膝。所以这2种现象都不要在我们身上出现。那么大螺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说的，重心要做到无过不及，没有超过的，也没有不到位的，来做到立身中正，下盘稳定啊。来，那第2点呢，就是我们说的大螺旋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咱们把杆子往这一支，圆裆屈膝往这一坐，2手一捧，左右转换重心的时候，你并没有走直线，而是走了一个弧线。当重心往左，你的中线朝向会慢慢往右向去走；重心往右，你的中线朝向会慢慢往左向去走。所以它的方向在移动重心时，身体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也为我们后面要学习欲左先右和节节贯穿铺下了一个底层的基础要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到心里面啊！来，那么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们重心右移，在走大螺旋的时候，身体会朝向哪边？来，打在公屏上，每天提问一下，让大家神清气爽，头脑清明。小何懂了，非常好。那给老师上一个小灯牌，好不好？感谢我静白姐姐送的46张人气票，爱你啊，姐姐，谢谢。对，很好，同学们，重心右移，在走大螺旋的过程当中，身体会微朝左转，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形成一个环绕弧线，这叫大螺旋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了大家的难题了，小螺旋。来，同学们，全屏给老师打上3个字：小螺旋。大家没有给老师点赞的，今天穿小马甲来的。再穿一下，呵，把咱的小马甲再倒一下啊！来，同学们，咱们左上角的小赞赞帮老师点到8万吧，咱们要求多啊，一点一点帮老师点一点。然后有人气票的同学们，帮老师把咱们人气票打一打啊，人气票上一上。来，让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往上一点。
对，老师打拳是我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眼睛，哎呦，谢谢我敬畏太极宝贝送的大墨镜一台，祝我敬畏宝贝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冒进，打三江啊！睁眼睛就左右乱看，集中不起来怎么办？哎，同学们有没有这个宝贝的问题啊？老师中场休息的时候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咱们的这个小知识点。有没有同学在打拳的过程当中眼神涣散，闭上眼睛胡思乱想？不是家里边的锅坐在火上，就是孩子要放学了，就是今天的这个空调没关，门没锁，钥匙没带，有没有这样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老师我睁开眼睛啊，那满世界好像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我这儿想看看，那儿也想看看。好，老师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叫做啥呢？讲一个小故事，叫做混沌开七窍的故事。其实这个小故事呢，在我以前讲站桩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混沌开七窍呢，老师需要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能够感觉到老师能说会道的，感觉到老师嘴皮子溜的，正是因为我上山上的比较多。啥意思呢？大家觉得说老师你这练拳这么多年，你难道没有瓶颈期吗？我也有瓶颈期。我瓶颈期的时候，我也很烦很愁，我也觉得哎呦谁都帮不了我。我有个习惯，我爱开车啊，爱开车乱跑。然后呢，我就偶然间呢跑到我们的山上，然后去了我们山上的那个道观里面，那个小道爷呀给我讲了个故事。这个道爷讲的故事这样，叫做混沌开七窍。啥意思呢？以前呀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叫做混沌同学，然后呢他有2个好朋友，一个叫小舒，一个叫小呼。他呀觉得混沌每天活得太快乐了，不行，我得给他添点麻烦。这是小道爷给我讲的，每天拿个凿子，嘣儿凿一个眼儿，再嘣儿再凿一个眼儿，嘣儿再凿一个眼儿，给他凿出了7个眼儿以后，给他有了7窍，让他眼能观人，耳能听物，鼻能呼吸，嘴能尝美食。最后，混沌死了。为啥？因为同学们，混沌开七窍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咱们现在的生活呀，物欲横流。灯光异彩，你的身体的精气神都顺着你的7窍往外去流，都流光了，所以你很难做到内固精神、外视安逸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要切记啊，每天你被一部手机的杂事儿，把那窟窿给你抠的明明白白的，精气神给你漏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你怎么可能会集中精力去练拳，或者集中精力去做一些事情，很难集中的。所以老师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事儿啊，当你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对心不静。所以我们很多同学都会发现呀，你连打拳的过程当中手神都守不住，那怎么去练太极拳的知己的功夫？很难去做到，对不对？所以老师给大家讲这个小故事呢，也是让大家明白，我们的意念涣散，就是因为我们人有7窍，再加上外物的物欲横流，影响到了我们的思想，所以导致了大家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哎呀，精神涣散，对，守不住，都老往外跑。那没有关系，老师教大家一个方法。在你打拳的过程当中呢，你去尝试着去将你的动作的每一招每一式的攻防含义。有人说老师我不懂攻防含义是啥？那是你没来到老师直播间，对不对？来到老师直播间，老师在教拳的时候会每一招每一式通过4个角度来教大家动作的外形、动作的细节、易错以及它的攻防含义。老师会通过这4个角度去给大家讲，让一个初学者的小白先明白眼神要往哪走，意念要往哪去。打拳的过程当中，你要明白，我在打懒扎一的时候，我的意念在右侧，因为这儿有个人，我要先进肩做肩靠，再进肘来肘顶，再摆掌来打头，来做到一个这样的动作之后，你会发现意念总是在围绕着身体当中的劲力和气息去走，你的眼神就不会涣散了，你的脑袋瓜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大家明白了打明白，清楚了打清楚。所以我们在练拳的过程里面呢，经常会有精神涣散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拳过度的不了解，很陌生，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动作的外形啊，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动作的外形，而没有去真正理解到拳内在的一个含义。小何，你为什么叫起来了？你叫什么？宝贝，你别叫啊，别叫啊！你叫老师害怕，你叫老师害怕。啊，你不知道啊？不要叫啊，亲爱的啊。所以同学们，我们要想办法去融入到自己的群里，融入到自己的群里面，不是什么融入到自己群里面，融入到自己的拳里面。
融入到自己的拳里面，然后再去将这个动作进行下一步的练习。不知道我大吃一惊。好了，朋友们，来回到咱们的小螺旋啊。好，那么刚才老师跟大家去讲了大螺旋以后，大家知道了大螺旋叫做重心转换，而且在转换的过程当中，身体的朝向会有左右的螺旋和运动方式，对不对？那么，非常好，知黑手白。哎呀，我知黑手白姐姐太棒了啊，非常好，表扬。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小螺旋上，老师，小螺旋是啥？好，3个方向来给大家做3个方向来给大家做示范，因为左右两边是对称的啊。首先，我们在做小螺旋之前，还是一个要求，保持好我们的圆裆屈膝，后坐下沉。动作要求基础不变，重心左右的转换也是不能变。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来，同学们看啊，先把重心放在中间，来，腰向左转，合左胯，开右胯，身转向45度。太极拳最喜欢的角度就是45度，小螺旋最棒的夹角就是合到45度。来，右转45度，左转45度。两侧都是45度，然后在转的过程当中，肩和胯是同时产生向后的螺旋，而不是胯不动，光转肩，这就去拧胸椎了，知道了吧？去让你的肩胯同时向后去走，这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肩与胯合，向左转或者向右转，明白了吧？这是我们的正面。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能疏忽，为什么疏忽呢？因为这个只是在重心中间的时候，我们做了左右转腰，我们还有在重心左腿的时候左右转腰，重心右腿的时候左右转腰。来，同学们侧面来看啊，圆裆屈膝，重心在中间的时候，松左胯开右胯，松右胯开左胯，中线在向左向右的螺旋。好，那么重心放在左腿，合左胯。开右胯，开右胯和左胯，也要做到膝盖稳定，小螺旋灵活自如。来，重心右腿，好，右转，左转，左转，右转，也要能够做到重心在右侧的时候，两胯随时去开合。来看老师背后啊，来，重心在中间，合左胯，开右胯，合右胯，开左胯，左右两侧灵活去拧转、旋转。然后重心在右腿，右转，左转，右转，左转，重心在左腿，左转，右转。右转左转啊，也能够做到灵活的不同的方向上来做到小螺旋，所以这才是小螺旋的核心概念。那么在转的过程当中，大家说老师我不会转怎么办？来，2个方法教给大家啊。第一个，大家想要去让自己的腰胯变得灵活，你得先知道它的原理，知道吧？咱学拳先明理，明理全自通，对不对？明理全自通，因为站着的时候腿不发力啊。是不是点老师的脑门1000个赞赞，好好听课。好的，谢谢咱的宝贝啊。来，老师来给大家去讲，在练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到学拳先明理，是不是？那我们得先了解呀，你的这个胯根它到底能干啥，然后我们才能转得起来啊。首先，我们的脚下。大家都听过太极拳是阴阳两仪的一个外形展现，就是将阴阳去具象化，将虚实也去具象化，是不是？那么老师来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一个阴阳，什么阴阳呢？就是咱们脚下的阴阳。如果当我们的脚为实腿的时候，那这就是阳。这个过程当中，阳起到什么？焕发新生的活力，能让我们的腿非常有力支撑住我们的身体。那当我们的脚抬起来的时候，它就灵活多变，然后随时随地摸不清它的方向，这叫虚，这也叫阴。那来，同学们，咱们就以虚实2个字来带着大家去了解太极拳的腰胯作用啊。咱们在以太极拳的脚下为虚脚的时候，来，同学们看老师啊，为虚脚的时候，看老师的腿，腰胯里合，能够带动你的脚尖向里转，带动膝关节向里转。而且不伤膝盖，腰胯外展能够带动你的脚尖去外旋，向外去转。好，当你的腰胯上下折叠，能够做到领膝上提；当你的腰胯放松展开，你能做到定膝下落。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还能再去开发一些新的动作，提膝里合，提膝外摆。整个过程当中，你的腰胯的灵活程度，在你脚下为虚的时候，你动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腿，大家能理解吧？好，这是一种情况。那当我们脚下落地为实的时候，为实腿了，那么就证明这个腿要固定在这儿，支撑着我们上半身，给我们腰胯提供一个灵活的运转，不能乱动，不能乱去晃膝盖。所以同样的运动啊，同样的关节运动，腰胯里合，膝盖不能动，那这个螺旋会往哪拿走？能量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向下一方去转换。合左胯，重心不变，中线向左转；
开左胯，重心不变，腰向右打开；上下折叠左胯，重心下沉；上下开左胯，身体上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看到了没有？我们在老师讲学拳4点，只记住一个拳理拳法，其他3个老师讲的学拳4点，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4点。我第一次听说学拳只学4点，我学拳的时候学了400个点了，这不是4个点，乖乖。所以同学们，大家明白了没有？你看，如果把脚拿起来，同样的髋关节的运动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把脚落到地上，也是同样的髋关节的运动，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要在脚下分虚实的时候，来做好我们的小螺旋。大家明白打明白，理解打理解，这是我们的关节运动。你看，在我们做步伐的时候，那就是胯根离合，胯根打开，用胯的运动来操控我们的脚。那当脚踏实的时候，重心移动，转腰螺旋，那就是用我们的胯根来控制我们的上半身，所以跟咱们的这个重心和分配变成虚实啊，变成虚实，是不是同学们？那证明重心跑到中间了，是吧？好，同学们，大家理解了吧？理解的话，老师开始往后边给咱走小螺旋了啊。那明白其中的原理了，那就简单了。咱们当两脚都踏实于地面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左右螺旋要记住一个方法。在左转腰的时候，一定要以我们的中盘带脉来作为发力点。左转腰，往左走，肚子向左去发力，左胯相合，右胯打开。往右转，肚子向右去发力，右胯相合，左胯打开。你说老师太难了，我学不会。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把肚子拟人化，把腿也拟人化。马上七夕了啊，几年不见一面的2个小情侣，来肚子。找腿去贴，来宝贝儿，来开门，来了啊！去找你的肚子，去找腿，拿肚子找腿，哎，亲一口，哎呀，大腿，小腿，啊，贴一下，试试，想着肚子找腿，啊，去找一找。那好不容易七夕，不让人俩亲热一下，对不对？来，肚子往左找腿，宝贝儿开门，贫僧给你送茶来了啊！你试一试。感觉老师经验十足，你少说啊！你这种事儿就不要拿出来说了，自己心里知道了啊。女施主开门啊，贫僧给你送茶来了。试试，对，去用肚子去找腿，你会发现立马都能合住你的胯。来，合住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合住。啊，你甭管咱的方法怎么样，反正邪修也是修，起码让你学会了，是不是？啊，就一看，来敲门，敲。来开门，我来了啊！是不是合住？来合住，给老师打2个字，合住啊！老师，咱们直播间里边只教你方法，我管你怎么学得会的，反正邪修也是修，对不对？咱们主要是快，只要先把它练会，先快啊！这样大家都记住，不一定合得住。那就去肚子找腿嘛，一找就合住了啊！什么老司机啊！我从来都不开车啊！就我说的话都可单纯了。感谢我林雅姐姐、林雅宝贝、林雅爱徒送出来的龙抬头，祝我林雅宝贝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对，合住，哎，这个问题就回来了啊。好，记住了，也合得住了。但是呢，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刚才那个同学问了很问题，老师，那我上半身是往前倾吗？哎，很好。来，同学们，我们把2腿打开，左胯相合，右胯相合，你发现身子会歪。虽然产生螺旋，产生相合了，但是我歪了，怎么办？同学们，打上4个字：逢转必沉。来，逢转必沉。没事，咱们这是通往幼儿园的车啊，车门都焊死，谁都走不了，一个都下不了车啊！这车速这个要上就要上高速了啊！对，小何打拳的过程当中要始终保持一手丹田，小腹微微内收啊，但不要特别用力。对，打上4个字：逢转必沉啊！逢转必沉啊！在逢转必沉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要切记一个核心点：咱们左转腰，虽然你的上身歪了，来看老师的身体，来从侧面看啊，歪了不怕，圆裆屈膝，松沉后坐，直了，好，向右侧来，歪了不怕，圆裆屈膝，松沉后坐，是不是正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老师正了，那我们能不能在螺旋的过程当中逢转必沉？小可姐呀，你是观察我观察的真细吧？
洗个头都让你看见，那人家说了，男为悦己者容，对不对？你喜欢我，我不得给你打扮打扮呀？我这还喷香水了，你知道吧？你只要没进来，波哥都要被我呛死了。你离我近一点，你过来抱抱我，闻闻啊，闻闻，老香了，香饽饽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个核心点？我们在左转腰和右转腰的时候，你可以同时的去坐胯下，哎，往后倒，舍得互拆，互拆是啥意思呀？舍得宝贝。然后对，如果说我们在合胯的过程当中想往后倒，那证明我们圆裆屈膝的这个基本功大家还是掌握的不够好。所以为什么说圆裆屈膝的这个基本功是大螺旋和小螺旋必须得要有的一个基础？是不是？如果你蹲都蹲不稳，你要做到逢转必沉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问题？你就会出现左合胯松沉下落的过程当中想往后倒。那么我们记住啊，同学们，左胯相合的时候，这儿是个斜线，你越是相合，你会发现身子越往斜处去趴。那咱们呢，就要用另一边的腿，通过后坐下沉的方式来去抵消这个斜过来的夹角。所以你看，左转左合，螺旋下沉。右转右合，螺旋下沉，来做到逢转必沉。那有的同学说，哎，老师，我怎么看你转的时候不沉？我也沉了，只不过我装的比较严丝合缝，让你看不出来。接着你看，老师沉的速度很慢，看到了没有？我也在沉，但是我的头始终是保持上拎，就会让你感觉到我没有动，其实我也在沉了。我要做的夸张一点，我就这样。看到没有？只是我头一直在悬着，我也沉了，只是我装的比较真，让你看不出来，那就会形成大家哦，老师你又让我知道了点小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感谢碎云纸哥宝贝送的咱们的香囊啊！所以老师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你左右螺旋的过程当中，通过下沉的方式来让自己松下来，好不好，同学们？老司机多，我可不是老司机啊，我新手司机。你不会节节贯穿，因为你断劲儿了，是吧？断劲儿了，所以两手一相合，先走大螺旋进肩，这是节节贯穿，肩与胯合进肩。好，再走小螺旋进肘，继续把小螺旋走完到45度进手。好，叉腰定式下沉相合。所以你看，大小回正，这不就是懒扎衣的动作吗？那啥叫御左？啥时候御左先右？你只要走大螺旋，你想往右侧摆掌。我大螺旋，我就是把身体运到右边；我大螺旋就是把我的身体运到右边的同时，身朝左侧去转。好，御右先左，再去把手摆开，是不是同学们？明白打明白，理解打理解，记住打理。乐迪宝贝来晚了，是不是大小螺旋来？那没事，等明天再给大家讲 ，O 不 OK？ 哈拉少吧，哈拉少。好，同学们，现在大小螺旋明白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明白。波哥，你需要先进来一下。需要先进来一下，宝贝，你需要先进来一下，因为要地平写好了。你这个人怎么在关键时刻要跑啊？来，宝贝们，那大家听老师说啊，在你打拳的过程当中，你既得有一个什么重心的转换啊，越来越松柔的配合。那你想要打拳不伤膝盖、不伤腿、不伤脚，并且有2个腿非常有劲的这种感觉，你除了有大小螺旋作为基本功，还有什么？还能什么？同学们，全屏给老师打上4个字儿。地平写好，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地如果不平，打拳的时候容易崴脚、咧脚。那写好不好，那就直接决定了你练拳的过程当中稳不稳。所以同学们听好了，要想练好拳，要想练好大小螺旋，它必须得有一双地平写好的好鞋。什么叫好鞋？来到老师的直播间，盯住老师的双手。什么叫好鞋？这就是一双好鞋。牛皮表面，按摩鞋垫。牛筋大底，柔软舒适，轻盈不脱脚。来，老师穿上啊！要的就是一双地平写好的好。